今天我们来聊聊一起国际追捕的奇幻闹剧——中共号称无远弗届的猎狐行动，在追捕一位流亡富豪郭文贵时，如何彻底翻车？郭文贵是谁？他曾是中国呼风唤雨的权贵富商，也是掌握中共高层黑幕的知情人。如今他流亡海外，成了北京眼中头号、眼中钉。围绕郭文贵展开的跨国追逃，好戏连台，暗战、诱捕、威胁、外交博弈，一步步将这场猎狐行动变成了猎人自投罗网的荒诞剧。本片将深入解密这场追逃的全过程，看中共如何在全球猎狐，最终却偷鸡不着蚀把米。是要从郭文贵的崛起说起。郭文贵出生在山东普通农村，上世纪90年代赶上中国经济浪潮，白手起家，凭借敏锐手腕踏入房地产和投资界。很快他攀附上中共权力内圈，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高官马建，这位副部长级别的国安要员成了郭文贵的保护伞。有了马建等人的庇护，郭文贵在北京如鱼得水，事业版图迅速扩张，一度跻身中国富豪榜前100名，被称为红顶商人，头顶红色关系网的商人。然而富贵荣华背后暗流涌动。2014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马建所属的政法系统成为清洗重点。2014年底，马建因腐败问题落马遭调查，郭文贵敏锐地察觉大事不妙，他的靠山垮台，自己恐怕也难独善其身。据郭文贵后来自述，当时当局已锁定他，准备以行贿、诈骗等重罪将他逮捕。就在大网收紧前夕，郭文贵决定上演一出大逃亡。2014年底，他匆匆离开中国大陆，辗转香港和英国，最终于2015年初飞抵美国，开始了流亡生涯。郭文贵出走时可谓身家不菲，他透过海外公司转移资产，仅2015年3月就豪掷6800万美元，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旁的豪宅雪莉酒店公寓买下一层整层楼，作为自己在美据点。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对他在国内的产业和相关人员展开清剿。短短数月内，郭文贵公司超过20名员工被捕，资产遭大规模冻结查封。但让人不解的是，在2015年初，郭文贵曾一度返回中国配合调查，却戏剧性的又被允许出境离开。无论内情如何，他终究成功逃脱追捕，落脚美国。在2015年至2016年这段时间，郭文贵极为低调，很少公开露面评论中国时政。他似乎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凭过网政商人脉摆平北京的指控，甚至试图在海外继续经商投资。比如他曾在2015年试图动用巨资参与香港海通证券的股份交易。然而随着习近平当局对他施压不断升级，郭文贵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再无退路。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也是在这一年，郭文贵摇身一变，从隐忍不语的逃亡富豪成为高调张扬的爆料革命发起者。他突然开通推特、YouTube 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大胆发布一系列视频，揭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严重贪腐和权斗内幕。这些指控直指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其中包含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重量级领导。郭文贵以生动细节爆料说，有权贵家族通过隐秘白手套控制巨额财富，海外有私生子女，还掌握大量机密文件作为彼此要挟的筹码等等。长期密不透风的中共权贵秘闻，经他之口，第一次如此露骨的曝光于世，引发华人世界的轰动。郭文贵的爆料在海外网络迅速传播，对北京当局而言，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官方媒体对他的指控矢口否认，称其为编造谣言，疯狂攻击。但越是否认，海外民间越是津津乐道，甚至有人称他的视频为年度连续剧。对内，中共则开始全面封杀有关郭文贵的消息，在网上删帖屏蔽其姓名。可以想见，郭文贵手握的那些中南海秘辛正踩中了某些人的痛处。2017年4月，中国公安部正式对郭文贵发布通缉，并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红色通报。红色通报意味着中国要求各国协助逮捕、引渡郭文贵。北京终于撕下顾忌，公开将郭文贵打成重大犯罪嫌疑人。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官方媒体密集抛出对郭文贵的不利消息，包括宣称他卷入强奸、绑架、行贿等19宗刑事案件调查，甚至在2017年8月又爆出中国要求国际刑警对郭发出第2份红色通缉，指控他涉嫌强奸一名女性助理。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新指控带有抹黑性质，意在破坏郭文贵在美寻求政治庇护的形象。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对郭文贵展开了特殊的舆论战。就在郭文贵爆料如火如荼之际，大量与他相关的奇怪内容开始出现在海外中文互联网。一些推特和脸书账号疯狂转发攻击郭文贵的帖文，称他是骗子、双面间谍等等。后来的研究证实，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共操纵的网络水军和自动机器账号。在2019年 Twitter 删除的一批中国网络宣传账户中，针对郭文贵的负面内容竟然比攻击香港抗议者的还多。可见北京已把郭文贵视作头号眼中钉，动员舆论机器全力围剿其名誉。郭文贵在海外大闹天宫，让北京当局颜面扫地。中共不能容忍一个叛徒在海外如此接老底，决心不惜代价将他缉捕归案。于是，一场针对郭文贵的全球猎狐行动拉开了序幕。所谓猎狐行动，是习近平自2014年起发起的跨国追逃专项，官方宣称旨在追捕外逃贪官和经济罪犯，但在实际操作中，猎狐行动往往逾越国际法规束缚，采取非常规甚至非法手段，把流亡海外的异议者或要犯逼回国。郭文贵无疑成了猎狐行动迄今遇到的最大猎物之一。2017年年中开始，北京在台面上下同时发力。台面上，他们循正式渠道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遣返郭文贵。当时正值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中美关系微妙，北京找到了一条特殊门路，他们请出美国赌业大亨史蒂夫·温恩 （Steve Wynn） 充当说客。温恩在中国、澳门有巨大利益，是共和党金主，又是特朗普的好友。2017年6月，温恩亲自将一封中国政府的亲笔信转交特朗普，信中直言郭文贵是通缉犯，要求美方立刻把他遣送回国。据后来媒体报道，特朗普当时一度对此动心，认为把郭作为礼物送给习近平，或可换取中方让步。然而特朗普身边顾问强烈反对，认为不能随便处置持有美国签证的申币人士，而且留着郭文贵或许还能作为与北京博弈的筹码。最终，白宫没有同意中方要求，这让北京在正式外交途径上碰了钉子。台面下，北京同时展开一系列非常规操作，试图暗度陈仓解决郭文贵问题。据多方消息，中共派出高级别安全官员秘密赴美与郭文贵接触，一名重要人物是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此人直接负责猎狐行动。孙立军和几名中国特工持私人护照入境美国，在未通知美方的情况下与郭文贵展开会谈。他们甚至闯入郭在纽约的公寓，试图当面劝说他迷途知返。孙立军向郭文贵提出种种诱人条件，只要他停止爆料，答应回国受审，当局可保证从轻发落，让他的家人免受牵连。这种私了谈判本属秘密，但郭文贵暗中录下了谈话内容。结果，美国执法部门也接到线报，发现中国官员未经许可在美执行公务，当即介入调查。据报道， FBI 探员在纽约一处地点突然拦下孙立军等人，当场警告他们立即停止对郭文贵的非法活动，限期离境。这场秘密行动就此败露，孙立军一行灰头土脸地返回中国。有意思的是，孙立军此后试图急转直下，这一节我们稍后再表。总之，中共企图派特工偷渡美国捉拿郭文贵的计划以碰壁告终。不过北京并未死心，在劝返不成、私捕不成的情况下，他们转为软硬兼施的战略。一方面，派员不断与郭文贵联系，假意谈和；另一方面，加大对郭身边亲友的惩罚和威逼力度，制造心理压力。郭文贵在国内的兄弟、员工本已被捕，传闻他的老父亲和其他亲属也受到监控。有北京高层人物放出风声，只要郭文贵肯回国自首，家人可以既往不咎。2017年下半年，一位重量级大内特使、国安部纪委书记刘艳平飞赴美国与郭文贵面谈。这场密谈异常关键，
刘彦平是受时任正法王孟建柱之命出马劝说。据郭文贵事后披露，刘延平传达的核心意思是不再揭发王岐山和孟建柱，条件随你开。为了表示诚意，刘彦平当场承诺2件事：释放郭文贵被关押的2位兄长，并允许郭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中国赴美团聚。郭文贵表面上对和解方案表示考虑，刘彦平随即履行了承诺。郭文贵的2个哥哥很快被取保候审回家，他的妻女也在不久后顺利抵达美国。然而，就在北京以为大功告成之际，郭文贵突然翻脸，他并没有停止爆料，反而将他与刘彦平会谈的录音公开在网上。录音内容显示，中方特使默认郭掌握的机密并非捏造，这让北京方面大为难堪。郭文贵等于设下圈套，既救出家人，又戳穿了对方的目的。此后，中共再无和解念头，对郭彻底转入撕破脸的强硬追击。撕破脸的北京开始动用秘密战线上的一切资源，发起对郭文贵的多方位渗透围猎。根据郭文贵自己掌握的资料，中共在2017年春批准了一项绝密计划，由最高层下令特批，派遣27名国安部特工秘密赴美执行任务。郭文贵在2017年10月的一场华盛顿记者会上公开了一份顶级机密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文，标题为关于密派27名国安干警和何建锋等赴美执行勤务工作方案的请示，盖有2017年4月27日的国务院、中央军委等部门公章。文件显示，习近平亲自批示同意向美国派出这批人员，隶属于国安部第8局，任务是在美扩大对海外敌对势力的情报渗透和打击行动。令人生畏的是，文件直接点名将郭文贵列为头号目标之一，称其为特别重大犯罪嫌疑人，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其拿下。这批密派特工将伪装成国企驻美机构人员，潜伏于银行、商会和留学生团体中，并协同中国驻美外交人员和侨团一起活动。郭文贵曝光这份文件时还强调，美国政府相关机构已经核实其真实性。由此可见，中共对付郭文贵已经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在美国本土部署谍报行动，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而在美国境内，针对郭文贵本人的骚扰与威胁也在升级。郭文贵当时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一举一动都处在中共特工的监视中。据美国执法部门后来披露的细节，从2017年开始，一个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地下小组在纽约、新泽西等地展开对郭文贵的猎狐行动。他们雇佣了私家侦探跟踪拍摄郭文贵，企图掌握他的行踪和弱点。中共特工甚至设计了一出亲情牌戏码。2017年4月，郭文贵年迈的老父亲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郭文贵新泽西的一处住宅门前。原来，中国警方控制了郭父，强行将这位老人家押上飞机带到美国，随行的还有中国医护人员以及国安官员。郭父含泪敲门，恳求儿子回国自首，别再对抗政府。郭文贵见状既惊且怒，他知道这是当局威逼他就范的苦肉计，一时间父子相见，场面极其凄楚。然而郭文贵不为所动，拒绝跟随父亲回国。这次事件成为猎狐小组的第一次挫败，但他们并未收手，此后改用更直接的恐吓手段。2018年，郭文贵在美的生活频频遭到骚扰。同年5月起，中共特工开始对郭成年女儿展开行踪调查和网络攻击。有人冒充私家侦探接近郭的家人朋友，以套取地址等信息，还有匿名信件透过社交媒体传给郭女儿，声称你父亲做了对不起祖国的事，暗示全家都将受牵连。更露骨的威胁出现在2018年9月，郭文贵在新泽西住所的门上被人悄悄贴了一张字条，上面用中文写着：如果你愿意回中国坐10年牢，你的妻儿可保无恙。此事就此了结，这几乎是黑社会式的最后通牒。郭文贵收到这纸恐吓后，立即将其公诸媒体，同时向美国执法部门报案。由于牵涉跨国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随即展开调查取证。中共特工在美国土地上的种种违法行径，终于引来美国政府的强硬反击。随着调查深入，FBI 掌握了大量中方人员非法充当外国代理，
骚扰胁迫郭文贵的证据。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8名参与猎狐行动的涉案人员，这其中包括在美的中国公民、受雇的美籍私家侦探，甚至还有一名美国执法部门的前警官。他们被控未经注册即替中国政府充当代理人，以及串谋跨州跟踪骚扰等罪名。起诉书详述了他们组团监视、威吓郭文贵及家属的经过，从偷偷在郭家门口安装 GPS 定位仪，到安排郭父突访，再到张贴威胁字条，一系列行动环环相扣。美国国家安全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对外发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我们已经将中共的猎狐行动彻底翻转猎人变成了猎物，追捕者成了被追捕者。的确，当天 FBI 在纽约、新泽西、加州同步行动，将多名涉案人员当场逮捕押解法庭。那些曾奉命猎捕郭文贵的人，这下自己身陷囹圄，等待美国法律的制裁。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随后言辞谴责，中国政府如此大胆地在美国土地上监视、恐吓、骚扰我们的居民，完全是对美国自由和法治的公然挑战，我们绝不会容忍。美国司法部强调，外国执法人员若未经过通报就在美行动，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中共试图私下遣返异议人士的种种手段，构成了对美国主权和法律的侵犯。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挫败中共猎狐行动，措辞和行动之强硬前所未见。中美之间围绕郭文贵的博弈自此进入新的阶段，美方已明确表态，将全面阻击中共对在美异议人士的迫害。此后几年里，美国接连采取行动，打掉多起中共跨国镇压案件，其中有些直接与郭文贵案相关。2021年，纽约市一名美籍华人警官被捕，罪名是接受中领馆指示，暗中收集藏族社群和某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信息。虽未公开点名，但外界猜测目标之一就是郭文贵。2022年10月，联邦检方再次起诉多名涉案人士，包括一名在美经商的中国男子安坤仲及其女儿等，指控他们参与长达数年的跨国迫害行动，试图强逼一名美国居民返回中国。该案中，安坤仲被指是中共猎狐计划的一名头目，从2017年开始负责策动对目标人物及家属的威胁。他曾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目标者的儿子，转达中方劝降信息，此后又多次出言恐吓，称如果不回国，日子会不好过。这些细节听来如同黑帮片情节，但却真实发生在美国的社区邻里。最终，安坤仲在美国落网认罪。2025年3月，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宣判安坤仲入狱20个月，外加巨额罚金和赔偿。法官明确表示，安是为了取悦中国政府，不惜骚扰威胁他人在美违法，所幸该计划未得逞，他本人反倒受到了法律严惩。这一系列案例表明，美国执法部门对中共跨境打压行为采取了零容忍态度。从此，郭文贵在美的安全暂时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中共想要再强行把他抓回去，已几乎不可能实现。可以说，猎狐行动在美国碰上了铁板，猎人最终落入法网，追逃行动演变成彻头彻尾的翻车事故。经过多年明争暗斗，中共终究未能将郭文贵带回中国。2020年代以后，北京对郭文贵的策略从直接强攻转为软处理，一方面继续想方设法抹黑他的人设，削弱其影响；另一方面，耐心等待他在美国自食其果。巧合的是，郭文贵晚近几年的际遇确实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起初，他与特朗普前顾问班农等盟友创立了所谓新中国联邦运动和网络媒体，自诩致力于推翻中共。他募集了一批忠实支持者，大多是对中共不满的华人。但很快，郭文贵本人的商业行为在美国引发争议。他所主导的 GTV 媒体和投资项目被指存在非法集资和金融诈欺嫌疑。2021年，美国证监会调查发现，郭氏相关公司未经许可向投资者募集数亿美元，最终郭同意支付罚款了结民事指控。然而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2023年3月1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诈欺和洗钱等11项罪名将郭文贵逮捕。起诉书称，郭文贵通过精心包装的项目欺诈支持者超过10亿美元，用于购买豪宅、
游艇、名车等个人奢侈品。郭文贵否认指控，辩称自己是遭到中共构陷打击报复。他的律师甚至提出，这些控罪背后可能有中共施压美方的黑手，意图借美国司法之名整垮郭文贵。无论真相如何，郭文贵当下确实身陷囹圄。他在纽约被捕后不久，所居住的豪华公寓突发离奇火灾，大楼第18层着火，正是他寓所所在楼层。当时 FBI 探员刚在现场搜查完毕，离开几小时，火警警报随即响起，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这起蹊跷的火灾引人侧目，不禁让人联想其中是否另有隐情。郭文贵目前已被羁押候审，他声称自己一无所有且生命受中共威胁，但美国法庭对其保释申请多次拒绝。如今这场案件仍在审理中，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数十年刑期。曾经叱咤风云，令中共头疼不已的郭文贵，命运走到这一步，可谓造化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对郭文贵的猎狐行动虽然在司法意义上失败了，但他最终的结局却并不美好。至少北京可以宣称，这位大骗子已经在美国身败名裂，身陷牢笼。对北京而言，或许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胜利。然而，无论郭文贵本人结局如何，这场旷日持久的追逃闹剧所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首先，中共在海外执行非法任务的胆量和规模前所未见，从威逼利诱、安插卧底到动用黑客攻击。例如，曾有报道指郭文贵原定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遭受网络攻击而被迫取消，再到收买美国游说集团秘密为其施压，如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斥资数千万美元，透过美国说唱歌手普拉斯米切尔暗中游说特朗普政府遣返郭文贵。北京为抓郭文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对国际法纪的漠视和大国渗透行径引起西方各国的警觉和反感。其次，郭文贵事件显示出专制政权内部权斗的复杂，参与围捕郭文贵的中方高官，如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国安纪委书记刘艳平等，后来自己也因卷入政治斗争被拿下。在习近平清洗政法系统的风暴中，孙立军被指组建政治团伙，而于2021年落马，2022年被判死缓终身监禁。而曾与郭私下密谈的刘艳平，也在2020年退休后即遭调查，202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人昔日奉命猎狐，转眼自身成了阶下囚，不免让人唏嘘。郭文贵当年依附的国安副部长马建，则更早在2018年以贪腐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一桩桩插曲似乎说明，中共权力场如同猎场，没有永远的猎人，也没有永远的猎物。回首整个事件，郭文贵与中共猎狐行动的角力，几乎是一出现代版猎人与狐狸的寓言。那只狐狸本是圈养于权力庄园的宠儿，攫取了丰厚利益，却在风云变幻时逃出牢笼，反过来咬伤了庄园主的颜面。而愤怒的猎人挥师追捕，却屡屡在陌生的丛林、法治社会中碰壁，甚至误踩陷阱，自食苦果。这场追逃大戏中，有惊心动魄的对决，也有荒诞离奇的桥段。堂堂大国动用外交手段递信给白宫要人，结果被政客当筹码，派出高官密使远赴纽约谈判，却反被录音揭穿。动员亲情牌让老父泪洒相见，却无法动摇儿子决心，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实已身处他国法网之中。最终，郭文贵没有被中共带回，却在异国他乡因另案身陷囹圄。中共没能绝地逮狐，反而搭上多名要员声誉法纪，还令国际社会更加警惕其长臂管辖行径。这正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也是对专制者的一次反讽。郭文贵案的曲折离奇，映照出当今世界两种制度和法治观念的激烈碰撞。一方面，中共试图将家法延伸至全球，以非正式手段剪除异己；另一方面，民主法治国家开始联手抵制这种跨国镇压，保护在其领土上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揭露并打击中共的海外警察站、代理人渗透等活动，这与郭文贵事件带来的警示不无关系。对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者而言，郭文贵虽有其争议性，但他所经历的追逃风波，客观上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猎狐行动的认识。
在美国的坚决执法下，北京不得不收敛在他国造次的做法，这或许是郭文贵事件给世界留下的一笔遗产。然而，故事还未真正画上句点，郭文贵本人未来命运将如何？如果他被判重刑，中共会不会以此宣传自己的胜利？亦或若干年后他刑满出狱，继续流亡生涯？没有人能确知。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对异议者的追击不会停止，猎狐行动仍在以各种形式进行，而自由世界如何应对这种跨国长臂监控，也是长期而艰巨的课题。郭文贵的传奇沉浮告诉我们，在专制与法治的博弈中，个体的命运往往身不由己，但坚持法治与自由价值的社会，终究能对抗恐惧，给予人们哪怕一时的庇护。中共猎狐翻车的剧目已然载入史册，成为这场制度较量的一面镜子。我们拭目以待，未来还会上演怎样的续集？